协助司马伦铲除贾后的齐王司马囧，被司马伦、孙秀象征性的打发了一番，随即出镇到了许昌。司马囧一到许昌，便立刻开始行动。他跟心腹王胜、王处牧等人开始组织策划，并设计诛杀司马伦的方案。亲王出镇地方，按照惯例都是要兼任军职的。孙秀虽然小人得志，但是政治敏锐度还是有的。司马伦甫一上任，他就着手开始改革，挑选了一大批心腹，空降到各个藩王国担任参谋和郡守，主要起对各藩国的监察和震慑作用。但作为后来人，我们知道，仅仅依靠这种人事上的调整，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很快，永康2年301年，谋划就绪之后，司马囧模仿当年袁绍起兵讨伐董卓的故事，传习四方，号召天下亲王起兵诛杀司马伦，并首先向洛阳兵发。在上一期被贾后打压外放的成都王司马颖率先响应。虽然他是成都王，但他本人及部队没有在四川，而是在邺城。随后，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懿、新野王司马欣先后响应，10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首都杀去。诸王起兵的消息传回首都，皇帝司马伦大为惊骇，宣布京城戒严，并且把首都的卫戍部队尽数开出，抵御叛军。在这儿，咱们先暂停一下，先别着急出去打仗，必须要停下来算一笔账，不然就无法回答横扫天下的中原铁骑为什么打不过区区几万胡人这个总矛盾。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光纠结于司马懿是谁的儿子，司马越血缘亲不亲，哪个司马杀了哪个司马这样的关系是不行的。打仗之前，先看兵力部署。首先，我们来看原文。三王起兵之后，司马伦、孙秀派兵前去抵抗，兵力是这么分配的：孙辅、李严率兵7000，自延寿关出；张宏、蔡璜、吕和率9000人，自鄂坂关出；司马雅、莫元等率8000人，自成高关出。然后又让司马伦的儿子扒拉了8000人做支援部队。小记一下，中央军一共32000人。然后在我们未来的乱世忠良，但是眼下还是司马伦的小狗腿闻鸡起舞的刘琨先生的传记中提到了这次作战。此时孙秀的儿子孙慧和刘琨一同率领3万人迎击司马颖，32000加3万，所以整个首都或者听令于中央的兵力只有6万多人吗？为了印证这个答案，我们再回头去查查西晋的官制，继续看原文。《晋书》卷24直官制记载如下：四军，魏明帝时有左军，武帝司马炎又置前军、右军，太史8年又置后军，前后左右4军共4000人。武校，汉朝官职延续至今，分别是屯骑、步兵、乐骑、长水、射生等校尉，共5000人。二营，机弩、机射各2500人，共5000人。最为主力的6军分别是领军、护军、左右卫、骁骑、游击为6军，没有具体数字。根据司马伦篡位时矫诏，增相府兵为2万人，与宿卫同，那么应当为2万。二卫起初有前驱、游击、强弩为3部司马，后来为左卫、雄曲5奔，右卫、次飞5奔，无具体数字。2卫以外再加4部，即5奔、羽林、上骑、义利4部。这些部队编制的配置大约与武校相同，各置1000人。另有太子府，武装力量约10000人。原文在裴伟传里面，当年裴伟害怕贾南风对太子下手，于是增加编制，将东宫力量增加至10000人。那么禁军里面宿卫皇宫的一共多少呢？各不相同，有人算的是5万，有的人算的是55000，我自己算出来的是64000。这是宿卫皇宫的。那么皇宫以外，整个洛阳城的力量应当与宿卫军大体一致，也就是进宫之外，洛阳城中也有5到6万兵力。最后得出整个首都约有精锐大军10到12万之间。当然这个数字也不是胡说的，理由有3个。第一个依据是我们通过上面的官制一点点算出来的128000人。第二个依据，根据司马炎阅兵时的数据，整个洛京的部队有36军，如果按照曹魏制度，每军3200人，得出共计115200人。第三个依据是根据魏晋善代之际几次中央禁军的大规模行动来判断。例如平定淮南2叛、关秋俭叛乱时，司马师从洛阳带出了10万禁军，浩浩荡荡地出发淮南。那么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整个洛阳的部队大约就是在10余万左右。好了，现在可以回来看看眼下八王之乱的时候整个西晋的兵力情况了。从292年开始，首先政变杀杨俊，晋军被清洗一遍，然后
政变清算司马亮未冠司马玮，禁军又被清洗一遍。最后司马伦政变杀贾南风，禁军又被清洗一遍。那么眼下司马伦划拉出来6万多禁军出去打仗，再加上一部分一定要在皇宫值班宿卫的兵力，再加上一部分支援用的预备队力量，连同之前被反复清洗而损失的禁军，整个西晋中央的兵力大约就是在10万人左右。什么？你问地方部队？地方哪有部队啊？不都是在第6期里被武皇帝司马炎给撤台了吗？所谓天下无事，大州郡兵，大郡保留兵100人，小郡50人，而且就算有点兵力，他也不听中央的呀。中央下派刺史监管地方工作，可是刺史在部队方面已经不好使了，在制度设计上，部队方面只听都督诸军事的亲王的话。到此为止，咱们的逻辑终于通了。实际上呀，整个西晋王朝的兵力就是10余万人，打光了就没了。地方部队是不会听中央的。一方面地方无兵力，冒出来的兵都是藩王自己招募的；另一方面在制度安排上，有了兵也只是各位都督的兵，不是朝廷的兵。所以就这10万人，什么时候给霍霍完了，西晋中央就得跟各藩王要番借兵了。藩王如果不给，那就无兵可用，那就只能被胡人打爆了。那请问这10万兵马什么时候会被霍霍完呢？最后在北中国彻底板荡之前，我们来总结一下。建武帝执意要把司马衷送上皇位，并且在死前大肆分封皇子王，这就导致了无论是外戚杨俊，还是皇后贾南风，甚至是贾南风与张华、裴伟等重臣形成的有效的政治联盟，都难以压制地方藩王势力。他是糊涂的、大意的。他的改革直接导致西晋皇族对政治的参与，在4000年历史中都是最深的、最广的。有的人卫戍皇宫，有的人领兵在外，有的出镇边疆，有的执掌中枢。总之，司马炎的临终时心存侥幸的举措，为西晋连环的大规模的无止境的藩王政变和地方举事创造了制度基础。所有的实力派，不论是外戚、藩王、军阀、士族，哪怕是胡人，只要拥有一定的甚至小小的实力，总是会想尽办法颠覆最高政权，实现更替或禅让。这种局面会一直持续下去，贯穿整个南北朝300年，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哪怕是那些胡人君主，也是分外苦恼。眼下西晋的特殊情况是，人们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够团结绝大部分群体的权力中心，任何2个司马一旦相遇，就会启动司马帝陵定律，杀死对方。于是八王之乱的最后一个阶段，猛烈的、野蛮的、没有底线的斗争开始了。拜拜， Game over。